喂，林女士您好，想问下您入住咱们月子中心这几天还满意吗？入住？我孩子都还没生。老婆，这月子中心收费12万呢，咱们哪住得起啊？是他们搞错联系人了吧？你在家坐月子呗，我肯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我试图从他脸上找出一丝心虚，但是他演得太好了，仿佛真的是月子中心那边出了乌龙。可我心里有种直觉，这件事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堂姐，帮我看看韩子谦到底让谁顶替我住进了月子中心？什么搞错联系人，简直太可笑了。你好，我是你们之前电话询问服务评价的林女士。林女士，你不是已经回房间了？就在刚刚，林女士她还专门感谢了我们服务周到。可我才是应该入住的林女士，林舒婉。女士，我们不熟悉林女士，难道还不熟悉一直和我们对接的韩先生吗？他手腕上戴着我哥送我的玉镯，脖子上是堂姐送我的平安扣。这位才是林女士，我劝你还是赶快走吧。真巧啊，姐，你也来坐月子。咱们去别的地方聊吧，别耽误人家工作。陈苗苗，你不打算说说，为什么家里人给我订的月子中心被你提前入住了，还是以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平安扣和玉镯为什么在你手里？姐，你说什么呢？这月子中心就是我们公司体谅我，给我订的。平安扣和玉镯是我领导买的，怎么就成了你的了？姐，是不是你老公对你不太好，所以你压抑的患了孕期抑郁症，胡思乱想的？孕期抑郁症是这种情况吗？12万的月子中心，他穿得这么寒酸，怕是碰瓷。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会抢别人东西呢？你好，这位女士登记入住的时候是有给过身份证验证的吧？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验证通过的。林女士说身份丢了，没做身份验证，韩先生全程陪同，觉得不会有假。就凭韩先生就可以不验证身份，不觉得太草率吗？姐，人家就是个打工人，你为什么要为难他呢？其实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做什么样的月子，你也没必要这样的。接啊，我倒是要看看韩子谦打算怎么解释。子谦哥，快来月子中心，有人非说我不是这里的顾客，还闹着说月子中心失职。别害怕，我马上就来。我领导马上就来了，他很体谅我的，要不然也不12万的月子中心说定就定。你还是离开吧。别害怕，我来了，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领导，还是你和他说吧，我和他说不清楚。陈苗苗，我不就是看你也是孕妇的份上，在工作上多照顾了你一下吗？你居然还跑到月子中心来欺负他了！韩子谦，你将刚刚的话再说一遍。我是谁？他又是谁？你听不懂吗？他是林舒婉，你是陈苗苗。大姐，你不能因为我领导体谅我，就疯了一样缠着我吧？原来真的是臆想，被自己的老公逼成这样，也挺悲哀的。但韩先生的下属又有什么错？被这种人缠上也怪难受的。我说我是林舒婉，我有身份证，他有吗？陈苗苗，你还有完没完？居然还弄假身份证，冒充林舒婉，适可而止。别以为你是孕妇就能为所欲为。你好，麻烦你让保安来把这个女人赶走。谁知道她还会不会做出什么危险行为？要是伤害到其他坐月子的妈妈，可就不好了。就是，快把这种人赶走吧！再让他闹下去，我就要投诉了。
堂妹，我查到了，你老公为了巴结公司实习生，还把我留给你的月子套餐给了别人，看我怎么帮你收拾。老板，他真没说谎，是别人冒充他的身份来坐月子啊！曲总你好，很抱歉给你月子中心造成了麻烦，我一定马上把这人赶走。对了，哪位是您堂妹啊？这以后您不在，大家也好帮忙照顾照顾。对，堂妹也太倒霉了，居然遇上这么不明事理的老公。我就是月子中心老板的堂妹，他们还以为堂姐口中的堂妹是别人。你们老板都来了，还不快把这个人给扔出去，小心被辞退。走开！曲总，可别吓到你了，要不让工作人员清理完再说吧。我让你让开，是听不懂人话吗？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你没事吧？叫救护车。子谦哥，好奇怪啊，月子中心的老板姓曲，你老婆姓林，怎么就是他堂妹了？韩子谦看我和堂姐的眼神充满了怀疑，该不会是舒婉姐用什么手段欺骗了曲总，让曲总帮着她骗人吧？我以前参加那些晚宴的时候，可没见过曲总有什么堂妹表妹的。曲总，您肯定是被这个女人骗了，才会帮着说她是您堂妹的。可她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帮的。这位是晨曦科技的老总的妹妹，您肯定是见过她的吧？她也见过您呢，知道您根本没有堂妹的。这话一出，不只是我懵了，堂姐也懵了。你说这个女人是晨曦科技老总的妹妹？对，没错。所以曲总，你就别帮着这个女人骗我们了。至于让朴妙用她的名字入住月子中心，也不过是因为朴妙没能预定到你们月子中心，这女人却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给预定到了，才不得已而为之。希望曲总见谅。陈霆锋，听说你多了个叫陈苗苗的妹妹，舒婉的老公正为了你苗苗妹妹欺负舒婉。胡说八道！我只有你和舒婉两个妹妹，哪有叫陈苗苗的妹妹？你们在哪儿？我马上过来。你快给你哥打电话，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说我是晨曦科技陈总的妹妹啊。可我问你的时候，你也没否认啊，还告诉我，我能进晨曦科技当经理，都是因为有你和你哥说好话啊！原来是自己脑补豪门妹妹啊，还为了假妹妹欺负真老婆，活该。而我只觉得寒心，明明她能进晨曦科技当经理，是因为我的缘故。这我也没说过啊，是你误会了。让开，让开！韩子谦，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让开！敌人情况危急！羊水破了，血压在往下掉，快建立静脉通路，通知手术室准备。我死死咬着牙，直到尝到了口腔里的血腥味儿，才把痛苦的呻吟憋了回去。血压还在掉，继续监测，马上联系手术室。保住孩子。我知道，那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舒婉，你一定要撑住。在彻底陷入黑暗的前一秒，我脑海里闪过的不是韩子谦的脸，至少我不是孤身一人。醒了，慢点喝。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别伤心了，孩子还会有的。林舒婉，
你哥和你堂姐都是谁？要是你早点告诉我，我怎么可能得罪曲总和陈总？现在好了，我被辞退了，你满意了？我没和你说过吗？我说过的。可你每次都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想来你早就已经不愿意听我说一句话了。现在的下场也是你自作自受。还不是因为你根本不关心我累不累、辛不辛苦，明明有这么好的家庭条件，也不帮帮我。是啊，舒婉姐，夫妻本是一体的。结果你就是这么跟他耍心眼的，实在是太过分了，还害得子谦哥差点误会我。那你是怎么进晨曦科技当上经理的？别说那是你的本事。在误以为陈苗苗才是陈总妹妹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她帮了你。现在发现我才是陈总妹妹，就觉得是自己的本事了，对吗？还早就不爱我了，碍于责任愿意和我过下去。可你是怎么做的呢？有哪怕一点责任感吗？你以为陈苗苗是陈总妹妹，为了巴结她，让她顶替我的月子中心名额。我以为陈苗苗是陈总妹妹，想着讨好一下她才帮她住进月子中心的。来，查到点很有意思的东西。韩子谦的年薪再高，也不过20几万，可他送陈苗苗的东西就是几万几万的。虽说其中一些是我和你哥送你，又被他偷去送陈苗苗的，但他自己买了送的，可也不少。你还挪用公司的款项？我没有做过这种事。这可是你自找的。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我真的没有。陈霆锋那边的办事效率很快，他是带着警察一起来的。舒婉，你相信我，我没有做过背叛你的事儿。这些首饰我也以为不值钱，才会拿给苗苗戴的。还你，我都还你。子谦哥，你干什么？我当妹妹对待的人，你都敢欺负，我怕是活腻了。还偷公司的钱巴结别人，你真行。霆锋哥，这真的不怪我，是陈苗苗。陈苗苗误导我，让我以为她是您妹妹，接着她又怂恿我挪动公司的钱，暗示我您是她哥哥。我哪点不碍事的，我都是被她骗了。霆锋哥，咱们就是一家人，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以后一定好好对舒婉。一家人，你也配？我和舒婉可以做这个孩子的干爸干妈。这王八蛋居然还想我帮他养别人的孩子，人怎么可以不要脸成这样？那个孩子，你还是留着当自己干儿子干女儿吧。谁和你是一家人了？我已经让律师拟离婚协议了，我要和你离婚。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用。韩子谦、陈苗苗，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别怕，剩下的交给我们。我住院的这几天，堂姐和霆锋哥轮流来看我，生怕我因为这件事不开心。你们已经帮我很多了，我不想再麻烦你们。我们更希望你过得好。就算没有血缘关系，咱们也一样是可以互相依赖的人。出院后，我回了趟家，瘦了，怎么瘦了这么多？回来就好。爸妈，回家了，没关系了，我回家了。休养了半个月后，我整理好所有证据材料，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韩子谦，这一次我不会再心软。由于双方并无婚前财产公证，
韩先生要求依法平分所有财产。他也配？法官大人，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在婚内多次窃取原告私人财物，并将巨额款项非法转移至案外人陈苗苗名下进行奢侈消费。韩子谦，原来你一直在骗我。这不是……韩子谦，你不仅在婚姻中不负责，还践踏了做人的底线。现在谈共同财产，简直是莫大的宠赐。判定被告韩子谦在婚姻中存在严重过错，准予离婚。被告需净身出户，并归还所有非法占有财产。这场婚姻终于结束了。法官大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实习生，是韩子谦一直骗我。陈苗苗，当初是谁天天暗示我你是陈总的亲妹妹，诱导我挪用公款给你买包买首饰，你现在想撇干净了？昔日的温情脉脉，在现实面前碎成了一地残渣。以上证据可以证明二人在职务侵占及非法占有财物过程中存在共同配合行为。我竟然曾为了这样的男人差点丢掉半条命。韩子谦因职务侵占罪及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6年。陈苗苗作为共犯，判处有期徒刑4年。走。他偷走的那些首饰也都通过警方追回了，平安扣和玉镯重新回到了我的首饰盒。他说想见你一面。这种廉价的演技只会让我觉得恶心。站在法院门口，我抬头看了看天空。霆锋哥，被韩子谦和陈苗苗挪动的那些款项还能追回来吗？大部分不能，因为被他们花掉了。他现在名下已经没什么资产了。说起来也是我引狼入室了。当初如果不是我极力推荐，韩子谦也不会进入晨曦科技。我不希望你一直沉浸在自责中。你以前不是学计算机的吗？成绩还很好。我们公司想要研发智能机器人，要是你觉得内疚，那就来帮忙吧。我知道霆锋哥是希望我尽快走出来，转移注意力。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研发当中，人忙起来的时候，就再也想不起那些糟心事了。先吃饭，别又忙到忘了时间。堂姐，你的月子中心会不会因为我闹这一出受影响？毕竟你走的是高端路线，很多客户不好安抚的。你又来了，每次都把错误往自己身上揽。这事儿错的是韩子清和陈美淼，不是你。你要是再道歉，我就生气了。知道了。我每天来找你吃饭，就是怕你为了研发把自己饿到。最棘手的算法模块，亲自带队攻坚，连续几10个通宵守在调试台前，盯着一行行代码，亲手修正逻辑偏差。这一次先复盘失败，再重跑逻辑。机械翼进入校准点，偏差压下来了。继续，不到全部达标，不能算成功。面对一次次失败，我没有退缩，而是带着团队复盘总结。
动作流畅，响应精准，各项指标全部达标。终于在无数次推倒重来后，第一台人工智能救援机器人成功联调上线。它动作流畅，响应精准，能深入人类无法抵达的危险环境。它真的能作用于各种救援工作。林书婉了不起！这一次，我终于成为了我自己。林总，这次救援机器人项目太漂亮了。我能请你跳一支舞吗？好。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对你很有好感。你就像石头缝里长出的坚韧小草，没有任何困难能打倒你。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本来准备等你再长大点儿，我就告诉你我的心意。可没想到，那时你已经有了想要共度一生的人。他话都已经说得这么直白了，我不可能不明白他的意思。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当然好；如果不能也没关系，你不用觉得有心理负担。我的脑子有些空白，心脏却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起来。晚宴结束后，我恍惚了很久。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喜欢霆锋哥的，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霆锋哥，我也想试着走向你。舒婉，舒婉，你不需要勉强，也不需要为了感激而答应我。不是感激，也不是勉强，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舒婉，我等这句话等了1个世纪那么长。正是交往后的日子，他从不急着让我进入下一段婚姻，而是陪着我一点点捡起碎掉的信任。这里的逻辑可以再回看一遍，不急，我陪你。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这是公司根据项目成果与团队规模正式批复给你的专属研发中心，是你带着团队熬了无数个通宵，靠实力拼来的。他就在那片废墟中长出的新城面前，单膝跪地。舒婉，你成为了你自己的避风港，而我想做那个陪你改变世界的人。嫁给我好吗？让我们一起把过去的遗憾都写成未来的勋章。好。舒婉，我会用一辈子证明。陈霆锋真是蠢，要是早点说明心意，你就不需要被渣男伤害了。这可真不能怪他，要怪就怪我，当初太迫切的想要一个家了，于是就蒙蔽了眼。兜兜转转，还好你最后没有错过真正对你好的人。现在，请新郎说出他的誓言。我会用余生来治愈舒婉受过的所有伤，也会尊重她，守护她，让她永远都能做自己。谢谢你，霆锋哥。我真的可以拥有幸福吗？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不是在做梦吧？舒婉，以后这里就是你永远的家，你再也不需要害怕。我终于有家了。林总，1代救援机器人已经拿下多个长期订单，海外机构也发来了合作意向。第2代救援机器人继续推进，同时开2条新研发线，一条服务高危工业场景，另一条
针对产后女性，这个想法源于当年那场不堪的月子中心闹剧，源于我失去孩子后躺在病床上那段孤立无援的日子。我旗下所有高端月子中心都可以当试点。本来当年的事儿就是我们管理有疏忽，现在能用你的技术补上漏洞，还能帮到更多妈妈，这是天大的好事儿。我们舒婉真的长大了。这份安稳，在我和陈霆锋结婚的第3年被打破了。舒婉姐，有事说事，不用来这一套。舒婉姐，我知道错了，当年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对不起你。我现在刑满释放了，前夫也早就和我离婚了。我带着孩子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孩子连幼儿园都上不起。你现在过得好，成了大老板，你就当可怜可怜孩子，给我一条活路行不行？你给我拿50万，或者给我找个正经工作，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再也不打扰你的生活。陈苗苗，你今天的下场都是你自己选的。当年你间接导致我早产失子，你伙同韩子谦挪用公司巨额公款，有完整的证据链。你冒充我的身份入住月子中心，伪造身份欺诈，这些都有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你坐的4年牢，是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的代价，不是我害的。孩子是无辜的，但你作为母亲，该做的是靠自己的双手给他争一个光明的剑来，而不是带着他来找被你伤害过的人讹钱。钱我1分都不会给你，工作你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到。如果你再继续骚扰我，我会直接报警。林舒婉，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陈苗苗这种人从来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我这里有个豪门千金仗势欺人的大料，你们不是最会做爆款吗？标题就叫豪门千金仗势欺人，抢我名额，毁我人生。我刑满释放带娃乞讨，她却成了风光女企业家。有钱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抵制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的产品。别让脏钱污染救援行业。林总，再不澄清，合作项目都会受影响。他还敢倒打一耙！我现在就联系平台删帖，再找律师告到他倾家荡产。4年前在月子中心，我只能等堂姐来救我，可现在不一样了。堂姐，不用急着删，他想闹，我就陪他闹个大的，让所有人都看清楚，到底谁才是那个作恶的人。这次我要自己解决。把当年的刑事判决书、流水、监控、录音全部整理出来。刑事判决书可以证明陈苗苗并非被陷害，而是依法获刑。这份判决书足以证明我方的清白。挪用公款流水、奢侈消费记录、首饰变卖鉴定都已经核对完毕，还有他当年冒充你身份入住月子中心的监控。他谎称自己是我妹妹的录音和书面材料。我只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讲清楚。4年多以前，我失去了我8个月大的孩子，看清了身边人的真面目。我从不避讳过去的伤痛，但也绝不允许有人颠倒黑白，用谎言消费大众的善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对于陈苗苗女士的诽谤行为，我的律师团队已经完成取证，将依法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舒婉，准备好了，让证据说话。我的天，翻转了！鸠占鹊巢，还害人家失去孩子，挪用公款坐牢，现在还敢出来卖雷！原来受害者是林舒婉啊！失去了8个月的孩子，被老公和实习生联手欺负，这也太惨了吧！不可
可能，他们怎么会信他？哼，这才哪儿到哪儿，他欠你的，不是一篇道歉就能补清的。还撑得住吗？我不是靠他们的道歉活着，但真相必须被看见。此前内容未经核实，对林淑安女士造成严重伤害，我们郑重道歉。拿孩子当枪使，自己做了那么多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可怜妈妈？证据都是伪造的，他有钱有势，当然什么都能造假。法院判决书都能查到，还嘴硬，真当互联网没记忆？怎么还能查到？陈苗苗女士，这是法院传票，请你签收。陈苗苗发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网络传播影响，证据链已经完整，我们会依法追究她的全部法律责任。公开道歉、赔偿名誉损失，以及他该承担的法律后果，一个都不能少。这一次，你做得很好。我只是把他曾经加在我身上的东西，还给他自己。对不起，之前内容不实，我向林淑婉女士道歉。这次他彻底怕了，带着孩子灰溜溜的回了老家，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走吧。6年，终于出来了。你别再联系我了。吉阳彩琴厂林继生团队技艺研发多项容易精强又有趣的影戏。不实报道，林舒婉团队研发的智能系统正在多个领域投入使用，这是真的只用多个人员，请心发。他凭什么过得这么好？这种走投无路的窘迫，在看到我如今的生活后，瞬间转化为一种病态的执念。舒婉，你现在的一切本来都该有我的一份。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几乎没认出这个人。林总，小心！舒婉，我当年鬼迷心窍，被升职加薪的美梦蒙蔽头脑。我心里最爱的人一直都是你，求你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回到你身边。当年他护着陈苗苗的时候，没想过会有今天。后退！我们之间早就两清了，你要是再敢骚扰我，我直接报警。舒婉，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坐了6年牢啊！开车。林舒婉，是你逼我的。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加班到11点多，独自开车回了家。我并未察觉，在那根承重柱阴影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林舒婉，你既然不给我活路，那咱们就谁也别活了。林舒婉，你给我下来！下车！听得见没有？换做以前，我一定会慌得手足无措，可这一次，我异常冷静。紧急警报已启动，实时定位已发送。这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智能安保系统，在我按下的瞬间，小区的安保室、陈霆锋的手机，甚至附近的派出所都会同步收到警报和实时定位。同时，系统自动锁死了全车的车门和车窗，开启了全程录音录像。全车门窗锁定，录像录音已开启。你做了什么？
韩子谦，收手吧，警察马上就到。凭什么？凭什么你能有这一切？舒婉，按住他！放开我！是他毁了我！你们放开我！他是个贱人！这一次，他再也伤不了我了。韩子谦抢劫未遂，加上之前的累犯情节，被从重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林舒婉，是你毁了我一辈子！我看着他被押走的背影，心里那根藏了6年的刺，终于彻底被拔掉了。我能感觉到他胸腔里剧烈的心跳，像是要撞破肋骨。我知道他吓坏了。我没事，你看，我自己研发的东西，把我保护得很好。以后不许再一个人加班到这么晚了，不管多晚，我都去接你。陈霆锋，我想要孩子了。舒婉，你想好了吗？不用逼自己。我想好了。以前我害怕，是因为我怕自己保护不好孩子，也怕自己走不出过去的阴影。可现在我不怕了。我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的孩子，也有足够的爱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爸爸是你。舒婉，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拿着试扁走进洗手间，手心里全是汗。当那2条红杠显现出来时，我居然没有哭，而是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我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霆锋，怎么了？舒婉，是真的吗？我能抱你吗？霆锋，有没有晕？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没事，你别紧张。确认怀孕后的日子，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比往常甜了几分。陈总今天又亲自送林总来了。每天早晚我接送你，雷打不动。你这是把办公室改成休息室了？即便是在实验室，你也得保证最舒服的休息。你太紧张了。我知道他心底那份失而复得的惶恐，所以也尽量顺着他的意。只要你舒服一点，我就安心一点。日子一天天接近预产期，我们早早住进医院待产。为了确保安全，他甚至让研发团队给母婴陪护系统加装了紧急报警模块。霆锋，好像开始规律阵痛了。别怕，我在，我一直在。别怕，霆锋，我和孩子都很坚强。这是我临近预产期的清晨，我被推进了手术室。舒婉，我们都在外面等你。舒婉，我等你出来。这是属于我的充满阳光和生机的新生现场。放松，我们会全程观察你的状态。恭喜，
是个漂亮的女孩。宝宝，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舒婉，舒婉，你辛苦了，你真的太棒了。我们的女儿很漂亮。陈霆锋，你这女儿奴的样子，真该让公司员工都看看。这次，再也没有人能冒充我的身份，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再也不会。林总，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3代救援机器人在这次特大地震救援中，成功救出了12个被困幸存者，应急管理部的体械信也到了。母婴陪护系统也已经推广到全国，上百家月子中心和医院，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新手妈妈。继续做下去，去保护更多人。林总，很多人都想知道，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走出来的？最艰难的时刻，是我躺在血泊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但我能走出来，从来不是靠原谅那些伤害我的人，而是靠我自己，靠一直站在我身边的家人。那些打不倒我的，终将让我更强大。兜兜转转，我曾以为家是我拼命抓住的浮木，却差点溺死在深海里。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家，从不是你委曲求全换来的牢笼。真正的家，是能让我安心做自己，能让我卸下所有防备的地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在你身后。还好我终究没有错过那个从第一眼见到我就把我放在心上的人。霆锋，我们回家吧。好，回我们的家。